大家好，我是他山之石，今天要聊一聊日本失落的30年。何谓失落的30年？顾名思义，就是一段经济发展停滞的年代。或许现在还在向失落的40年、50年迈进。这一切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恶名昭彰的广场协议，让日本的经济一度像风筝一样飞上天，却最终跌落得七荤八素。说到广场协议，因为当时美国的通胀率飙升，他们决定提高利率抑制通胀，这导致美元迅速升值，进而推高了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那时候的赤字高达496亿美元，几乎是美国整个赤字的1/3。为此陷入困境的美国与其他4国发表共同声明，宣布介入汇率市场。此后，日元迅速升值，当时的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左右上升到1年后的1美元兑120日元。由于汇率的剧烈变动，由美国国债组成的资产发生账面亏损，因此大量资金为了躲避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市场上利率下降，于是产生了过剩的流通资金。关于泡沫经济的成因，日本国内有2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分别针对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第一种观点，日元升值是经济泡沫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日元升值后出口下降，导致日本被迫采取低利率政策，引起货币宽松，因而导致经济泡沫。第二种观点，经济泡沫的原因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低利率政策。降低利率对国内基本消费需求没有刺激作用，但对投机，特别是投资房地产行为却能起很大的促进的作用。当时采取这样的政策，本身就是以虚假的经济泡沫去粉饰经济成长的数据。由于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日本国内兴起了投机热潮，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更为明显。其中，受到所谓土地不会贬值的土地神话的影响，以转卖为目的的土地交易量增加，地价开始上升。当时的泡沫经济可谓是相当夸张，就像是一场狂欢派对，大家纷纷投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节节攀升，财富似乎只净增长，像是泡沫一样一戳就破。人们追逐名牌奢侈品，富人更富，消费热潮席卷全国。话说回来，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更是虚幻的不得了。有人说东京23区的土地价值足以买下整个美国，连皇居的地价都相当于加州。你能想象吗？皇居只有平方公里，而加州可是有整整万平方公里呢。当时的日本有着相当的底气，甚至有人说，如果天皇肯卖皇居，我们可以拿整个加州跟他换。这可真是太有自信了。你以为股市和房市已经够夸张了吗？让我告诉你一个更惊人的例子。首先，让我们谈谈计程车。在泡沫经济时期，搭计程车竟成了许多人的日常通勤方式。你曾在日本搭过计程车吗？如果是的话，你应该对日本计程车价格的高昂印象深刻。在当时，东京计程车的起步价竟然高达1万日元。是的，就是这么高昂的价格。虽然贵，但许多公司却会补助员工计程车费用，甚至高级主管可以领取数十万元的计程车津贴。所以，当时的计程车供不应求，你甚至会看到一大群人拿着钞票在街上拦计程车，让计程车司机挑选客人，真是奇景一幕啊！还有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例子是高档品牌包包。在泡沫经济时期，名牌包包成了许多人炫耀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人们竞相购买昂贵的奢侈品，为的就是要展现自己的身价。你能想象吗？一个小小的手提包的价格足以让人傻眼，有些甚至能买下一辆汽车。这种疯狂的消费热潮可真是令人目瞪口呆。然而，泡沫经济的繁荣只是一场短暂的幻象。1989年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最高38957.44点，此后开始下跌。土地价格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下跌，泡沫经济开始正式破裂。到了1992年3月，日经平均指数跌破2万点，仅达到1989年最高点的一半。8月，进一步下跌到14000点左右，大量账面资产在短短的1-2年间化为乌有。日本自1973年12月起，长达17年3个月的稳定成长期也随之结束。此后直至2003年4月，日经平均指数跌破8000点。在1990年3月，由于日本大藏省发布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针对购房贷款进行限制，投资客不能再无限借贷，只能借到年所得一定比例的金额。这一人为的急刹车导致了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经济加速下落，并导致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此后，日本银行也采取金融紧缩的政策，进一步导致了泡沫的破裂。由于土地价格也急速下跌，有土地做担保的贷款也出现了极大风险。当时日本各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纷纷暴露，对日本金融造成了严重打击。
大幅短期衰退的可怕在于各项资本投资标的物都出现了来不及脱身大量套牢族，从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资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产，之后产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费和投资紧缩的加成效果，不止毁掉泡沫成分，也砍伤了实体经济。且由于土地与股市的套牢金额通常极大，动辄超过一个人一生所能赚取的金额，导致许多家庭悲剧。所以这4年暴起暴落的经济大洗牌，等于转移了全社会的财富在少数赢家手中，而多数的输家和高点买屋的一般家庭则成为被债者，对日后长大一代人的日本社会消费萎缩、经济不振种下了因子。银行和金融机构蒙受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一连串的破产潮和失业潮，整个经济陷入停滞和衰退。而这个悲剧被称为失落的30年。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其他问题，如人口结构、性别平等、农村衰退和日本文化的传承等。透过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日本失落30年的本质。人口结构的变迁对农村地区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衰退。随着人口老化和年轻人外流，农村地区的发展和社会结构受到重大影响。由于缺乏工作机会和低薪，更难以留住年轻人。这些渴望美好未来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涌向都市。此外，在性别平等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在日本，只有13%的经理职位由女性担任，每10名议员中不到1名是女性。事实上，在日本的职场上仍存在着偏见、结婚后改夫姓的文化、大龄剩女等等。日本女性或多或少被一个隐形的框架束缚着，仍有多数人认为女性就是应该要尽早嫁人，之后生孩子，照顾丈夫以及孩子，维持家庭的美好。这些偏见多少也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面临着传承和变迁的挑战。尽管日本文化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但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对于传统价值观和文化实践的兴趣减少。这种文化变迁可能导致传统技艺的衰退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除了以上提到的问题，日本还面临着其他社会问题，例如高度竞争的工作环境，办公室充斥着忙碌的声音和各种杂乱的报表，人们被工作压得无法喘息。这种高压的工作文化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此外，日本还面临着少子化的问题，年轻人追求事业和个人成就，导致婚姻和生育率的下降。这就像是一个捉迷藏的游戏，人们不断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却忽略了传承生命的重要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提供更好的支持措施，让年轻人能够平衡事业与家庭的需求。日本经济长期失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政府绝对功不可没。自民党长期把持政权，但在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方面表现不佳，无法应对经济挑战和转型浪潮。同时，财政困境和政府债务成为一个贪婪的怪兽，持续侵蚀着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长期存在的财政不平衡、不良资产处理问题，以及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使政府承受沉重负担，难以有效应对挑战。另外，官僚体制的僵化和决策过程的缓慢，使得政府应对挑战和推动改革变得困难。其权力结构和利益诸方的影响力，成为了改革的绊脚石，限制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令人揪心的是，腐败和不透明度的问题在政治舞台上威胁着公众的信任。贪污和贪腐丑闻的揭发，让政府的合法性和效力受到质疑，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民众的信心。而那些被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像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性别不平等和农村地区的衰退，正犹如一个个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日本失落30年的现象不能单单归咎于泡沫经济崩溃、政治不稳定、领导力缺失、长期执政的自民党、财政困境、官僚主义、腐败和结构性问题的忽视等，都对日本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和改革。然而，现实却是自民党长期掌权，改革几乎是天方夜谭。我改革我自己，改革是不可能改革的。日本政府所谓的改革往往只是在广发国债、印钞票、发钱、征税之间反复回圈。而且日本未来面临军备预算暴增、征税、日元贬值、国债居高不下等困境，前景实在不容乐观。我是他山之石，如果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关注，谢谢您的收看。